Hello，大家好，我是 Joey。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新闻，也是我就很久之后呢，就回到家，然后开启了电视。So when I turned on the television, I saw a news talking about CCTV has an interview with a Taiwan high school teacher, a public high school teacher, and she is teaching Chinese, which means Mandarin, at school, but she is talking about nationality and its reconciliation, and also for some social issues with CCTV. Oh man, I felt so surprised on it. How it could be a, a, a Chinese course teacher talking about political issues and also the nationality reconciliation with CCTV。所以呢，我就也去了解了一下这个事件，然后想要做一个新闻的一个，也不算评论，但是是跟大家来了解一下说这个事件的后面，我们如果撇除掉这些政治意识上的形态，这位欧老师，北一女的欧老师有在他首要的一个古文核心概念礼义廉耻下，有什么样子我们可以讨论的方向？那首先呢，我想要沿用一下我们欧老师最喜欢去说的，他在前几年108课纲的时候，他很痛心我们的顾炎武，我们的一个国学大师的廉耻被课本移除掉了。那他就说，我们现在学生不懂得礼义廉耻，不懂得道德，然后台湾的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人心败坏。那我就来引用一下，在我们顾炎武这位国学大师之前的1000多年，我们有另外一位大师叫孟子，他在《经学上》的时候，他有说“无耻之耻，无耻矣”。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做了无耻的事情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件事是无耻的，他还很开心，很沾沾自喜，引以为豪。那这件事情呢叫无耻，所以呢，我想这一件这个言论确实也是可以运用到我们的孟子他的这一个无耻之耻无耻礼的一个应用上。那再来呢，我们讨论到的是说，他很喜欢用古文的一个核心的一些概要。那我也去查了一下，例如我们有忠孝仁义礼智信廉耻。那我们来讨论一下他的这一个，不管是去上了 CCTV， 或者是说回到台湾之后，因为热心的民众去教育局检举，然后他被好好的聊聊之后，再好好的走出来跟我们的媒体去分享了他的一个想法。他有提到的，他说他从小被教导的要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那他有特别在媒体上，在台湾的媒体上说他的中国是中华民国。那媒体有问他一些可能最近的一个总统赖清德的一些对国家立场的一个解析。然后他就说武统也可以是武统对岸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就是说我们这位欧老师他怎么没有上央视的时候也是讲一样的言论呢？因为我相信他如果上央视讲一样的言论，他应该也没办法去被播放吧，更何况可能也没办法回来。所以呢，这一件事就是言行不一。那再来就是他身为公教人员，因为我相信他在北一女教书了30年，他一定是有一个公职身份，一个教师身份。他每个月领的是我们国家的薪水，我们国家薪水，但是我们一般的纳税人，所谓的辛辛苦苦的血汗钱。那他在央视上的言论，特别是评论了台湾的赖总统这件事呢，也评论了一个国家的一个立场。
这件事不忠，所以不忠，然后言行不一，不信，再加上如果我们引用了这个孟子的一个无耻之耻，无耻矣的概念，那就是不忠、不信、不耻。所以呢，我会认为说这件事情在一个一般人的概念里面，在一个一般人对一个道德的标准，一个对于公教人员应有的一个言行举止的一个省思，再加上台湾的环境给他的一个言论自由的概念，他跑去了一个把就是在国家的立场上是有冲突的一个媒体上一个央视上去讲述了他的概念。那这件事情取决于他的身份，他是一个公共学校，一个高中，特别是一个全球第一名全台湾第一名在考高中的时候女生的学校，教了30年的国文，他却谈论着一个国家的立场，一个意识形态。那这个一个言行举止上的一个不一，在一个一般人的一个见解上是，我想是无法接受的。那他特别在新闻里还有说，他觉得，赖总统的言论才是大部分台湾人没办法接受的。那想必这个新闻一出来呢，我想可以接受的跟不能接受的比例其实也蛮明显的。那我也是就着我的立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我认为这个老师他不仅他在他的教学上，他的言论跟他的教学，他的中心思想，而且礼义廉耻上是不合一的。特别在他的专业以外，国学专业以外，他又去有言论自由的保护下，当然你可以讲什么样子，只要不伤害人、不攻击人，都可以。但是他忘了他自己的公职身份，他忘了他自己的教职身份，为人师表，那又造成了一些言论上的风波。我超认为说，我们这位欧老师应该要好好的，可能把《论语》《孟子》再拿起来读，而不是只读了，可能明清朱学或是一些顾炎武理学大师的这些后代的一个对于礼义廉耻的观感。所以呢，这个老师可能还需要在国学的领域上继续加强。那这也是我的一个想法，那分享给大家。今天的这个主题其实可以是严肃的，但我觉得真的是也蛮令人有为之一笑的感觉，所以分享给大家。